欧美联合大搞破坏，俄罗斯中东较劲完又起东盟，铁了心死磕美国。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我是卢忠诚，欢迎来到忠诚 Talk。 拉帮结派搞小圈子，这是美国和欧洲国家的一贯伎俩，也是七国集团的前身。今年5月七国集团开了一个没有实质内容、承诺也落实不了的会议后他们又开始搞事了，这次还拉上了欧盟。近日，这8个借佩洛西访台一事作恶，发表声明劝中国不要把事情闹大，不要以武力改变现状，说中国的行为可能造成地区局势紧张，要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。什么叫无耻？什么叫作恶多端？欧美国家生动形象地诠释了这2个词，分明是佩洛西先来中国挑事，触碰我国底线，但主动作恶的佩洛西没有遭到欧盟国家任何谴责，反而宣称中国会造成局势紧张。欧美国家这种只许自己作恶，不许他人反抗的强盗逻辑，也只有他们好意思说出口。8月3号，我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对此言辞激烈地发出了事务连问，让欧美国家哑口无言。欧美国家不会得意太久，因为除了得罪了中国，他们还挑起俄乌冲突，直接逼反了俄罗斯。暴力是最原始的解决问题的方式，战争更是矛盾无法解决后一个国家选择的最极端的手段。一旦战争开始，就一定会打个你死我活，至死方休。欧美国家以为对乌克兰援助点钱和武器就可以拖住俄罗斯，但俄罗斯领导人以实际行动证明，他一定要跟主导者美国死磕到底。俄罗斯跟美国的较劲主要集中在2个区域，一个是在中东地区，一个是在东南亚国家联盟。在中东地区俄罗斯选择的切入点是伊朗。伊朗和美国也算得上世仇了，曾经的中东小霸王如今被折腾得一穷二白，美国功不可没。伊朗被俄罗斯选中还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伊朗有美国急需的石油、天然气资源。俄乌冲突开始后美国频繁往中东地区跑，要求增产，但收效甚微，所以在能源上卡美国脖子是很不错的方式。前段时间俄罗斯和伊朗签署了大概400亿美元的能源合同，共同开发伊朗的能源资源。两国天然气储量加起来占世界一半，现在两国联合起来完全可以影响世界定价。能源进口依赖严重的欧盟和美国肯定要惨了。而且两国还同时宣布能源结算去美元化，直接结束了美元对两国的财富收割。在中东与美国较劲完后，俄罗斯又来到了东南亚国家联盟。近日俄罗斯外长和土耳其外长在柬埔寨现身，他们将会参加东盟的相关会议。俄罗斯来东盟做什么呢？有证据显示俄罗斯盯上的极有可能是马六甲海峡，而马六甲海峡的管理者正是东盟10国中的印度尼西亚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。世界上1/4的石油运输要经过马六甲海峡，它是太平洋与印度洋的沟通要道，很多发达国家从他国进口的战略物资也要经过这里，所以估计俄罗斯不只是要在源头上卡欧美国家能源进口，连能源运输上也要使一下绊子。而且作为最亲近美国的国家，日本和韩国的能源主要是从马六甲海峡运输的。如果俄罗斯真有机会使绊子，也能适当的打击一下美国。看来俄罗斯是真的打算跟美国死磕到底了。好，各位网友，今天我们的话题就聊到这儿，欢迎大家留言交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